我们小区住了一对爱蹭饭的小两口，每到饭点，他们会到饭最香的那家敲门。邻居们被这两个无赖闹得苦不堪言，而作为美食博主的我，刚搬到这里就被他们堵在了家里。我家门外此刻正站着一个肥头大耳的男人，可怖的刀疤从嘴角延伸至耳后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善茬。而他身后的1502的小两口，此时也一脸坏笑地看着我家的房门，不知道心里在盘算什么。我努力扯了扯微微上翘的嘴角，努力克制住自己的兴奋。那可就不要怪我。开门，小娘们快开门！刀疤男人一边大喊，一边疯狂地拽着门，每一下都带着十足的狠劲，门被拉扯得嘎吱作响，仿佛下一秒就要被他硬生生扯下来。我心中毫无惧意，赶忙去厨房找了个大一点的容器，将各种辣椒粉和辣椒油都倒了进去。我还特意加了不少糖进去，只要等辣椒水干了之后，它会让辣椒水牢牢地粘在人的皮肤上，想想那滋味可就不好受。调制好一切后，我打开手机通过了1502的好友验证，并一连发去几条消息：大哥，我错了，我以后给你们做饭。我刚做了一道拿手川菜，我这就给你们开门送过去。果然，我消息刚发出去，砸门的声音就停下来。透过猫眼能看到1502那得逞之后的奸笑。就一道菜，今天我好大哥来了，正好我要好好请他吃一顿，你再做5道菜，凑个吉利的数。我问了我好大哥吃啥，我真没想到1502能这么不要脸。既然你们想吃，我就再给你们加1道菜。顺手我又从厨房拿了不少面粉，趁着他们注意力被吸引的时候，我猛地打开了房门。门外的3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动作吓了一跳，下意识地愣了一下。我毫不犹豫地将辣椒水朝着他们拖了出去。走廊的空间狭小，他们根本来不及躲避，辣椒水结结实实地浇在了他们的身上。3人顿时发出一阵惨叫。你们不是想吃吗？来来来，我再给你们加道菜。我拿起提前准备好的面粉，用力地朝着他们扬了过去。咒骂声、惨叫声伴随着空中扬起的粉尘，乱作一团。我瞅准时机，朝着刀疤男的小腿狠狠踹去。打啊，继续打！你们仨不是挺厉害的？没吃饭吗？我一边喊一边瞅准时机，再补上2脚。3个身上沾满了辣椒水、面粉，不分你我的混战，在门口打得不可开交。楼道里的场面实在壮观，我可不希望他们弄脏我的房间。关上房门没一会儿，走廊上就传来了吵嚷声。就这样一个疯婆子，你们还敢叫我过来？我一边哼着小曲，一边打开了购物软件，毕竟面对这样的恶人，我可没打算善罢甘休呀。接下来的日子，对面1502的小两口好似被上次的教训吓破了胆，消停了好一阵子，也没有了那令人厌烦的蹭饭申请和无理取闹。然而一通电话却打破了难得的清静。同学，你快看看你的视频，有人在评论区造谣，还把你家地址都放出来了。我猛地从床上惊醒，赶快打开手机，果然在评论下面有着大量的负面评论。这个博主就是被人逼歪的，我都看到了，每天都和一个老男人约会，那年龄比我爸岁数都大，是他怀孕了，可孩子不是那个老男人的，老男人不给他钱，他正闹着要赔偿呢。听说他还买了房子，就在麻吉市的麻吉小区1501。我就说光做饭哪来的那么多钱买房子呀？原来都是用那种方法赚的呀！甚至在评论下附带了我家门口的照片。我一看就知道这些内容是对面1502找人刷的，但我并没有急着辩解，甚至我还开了小号在下面跟着凑热闹。向云见我自己还在拱火，一连又给我发了不少的消息。你自己不解释解释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自己还得自己造谣。你不少粉丝现在都已经对你脱粉了，你怎么还不着急？我能理解向云对我的好心，但现在还不是时候。随后我重新拍摄了一条视频，大概的内容是：我打算开设一档新的节目，但风格是复刻各种高端菜系，也希望大家尽情期待。虽然大部分的评论也都是恶评，但也有不少真爱粉在视频下有力的回击。我想现在1502一定非常的开心，认为自己的计划成功了。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我还有2个500人的铁粉群。退出视频软件，我立刻更新了群里的公告，因为新节目的上线，博主想请粉丝帮我邮寄当地特色的稀有食材，价格越贵越好。同时在粉丝群也会举办一场比拼，如果哪位粉丝的食材在视频播放中获得了最多的点赞，博主将会送最新的水果手机1台作为奖励，并且所有食材的费用由主播来报销。随后我又附带了我们家的地址，并备注一定要送货上门。群里的粉丝一听，纷纷报名参加。虽然有些人在群里发现我给出的地址和评论区的地址相同，但有更多的粉丝在群里帮我辩解，其中带头的就是我那唯一的朋友向云。看着评论区越来越热闹，我才放下心，趁着1502还在网上造谣的功夫，将我之前在网上买好的监控都装在了门口。除了正常的款式，我还装了智能猫眼和隐蔽的小型摄像头。这段时间我为了确认他们会不会拿走我门前的快递，我还提前在网上下单了不少吃的用的。没想到他们来者不拒，在我的纵容下，他们更加肆无忌惮，甚至他们会在我家门口就把快递拆开，只把我买的东西拿走。确认他们是这样的人后，我就安心的等待着那些名贵的食材。一开始我以为网友最多寄来的就是帝王蟹这种类型的，可没想到网友寄来的越来越贵，不仅有珍贵的陈年佳酿，甚至就连留学在外的粉丝还邮寄来了不少国外的美食。有几次我都忍不住想要留下自己尝尝，可1502的速度太快了，我刚收到送货上门的消息，他们就已经把快递拆走了。后来更有不是粉丝群的人也知道了这个活动，每天收到的快递就更多了。
看着日渐累计的金额越来越大，我果断的选择报警，失声控诉对面的1502有偷窃嫌疑。警察很快就介入了调查。警长先生，一切都是误会，我们根本就没有拿快递。就是，我看就是他自己把快递吃了，没做出来视频，在这里诬陷我们。我轻轻地抹了抹几乎没有的眼泪，一脸委屈地拿出了手机。这里面都是证据，1502太欺负人了，就是他老婆拿的。一听到视频，1502顿时变了脸色。女人先是大吼我侵犯了她的肖像权，又说她不小心拿错了。不小心？你不小心在别人家门口不小心拿错了别人家的快递。女人还想辩解，但在铁证如山的监控视频面前根本无法抵赖。警察先生，这件事跟我没关系，我什么都不知道啊。男人一看情况不对，赶忙给自己辩解。女人不依不饶的想要证明都是男人的主意，两人争吵了半天也都没说清楚。很快他俩便被警方带走，因为我的证据充分全面，女人便因偷窃金额较大被依法送进了监狱，而我也得到了相应的赔偿。但这件事结束后，我并没有打算放过1502的男人，他在网上的造谣行为已经对我造成了很大的伤害。在众多铁粉搜集的证据下，我联系律师起诉他造谣，因为我的粉丝众多，谣言传播力度广，造成的影响十分恶劣。最终男人也因为自己的行为受到了法律的制裁，喜提牢饭。你真的有仔细看过自己的照片吗？奇怪了，我发现最近对面总有一个人往我家里望，还时不时冲我这边招手。他不会是变态吧？因为加班太晚，我刚回到家就收到了闺蜜的消息。她这个人一直大大咧咧的，我真担心她会出什么事。我立马甩了个视频过去，看到闺蜜嬉皮笑脸的表情，我顿时没了好气。你没开玩笑吧？到底咋回事啊？她看到我的表情很严肃，顿时也收敛了起来，随后便仔细与我说了一遍经过。这几天她每次准备拉窗帘的时候，都会看到对面阳台上站着一个奇怪的男人，而今天那个男人甚至还朝她挥了挥手，嘴里似乎还在嘀咕着什么。但也有可能是我想多了。是确实有点奇怪，那个人还在那吗？应该吧，我给你看一眼啊。顺着镜头的翻转，画面最终锁定在了闺蜜所说的阳台，可阳台上并没有人。哎，他不在那儿。我皱了皱眉，安慰着她可能确实是想多了。然而就在这时，闺蜜家的门突然被敲响了。敲门的声音很响，听得心里直发毛。闺蜜显然也被吓到了，脸色铁青的愣在了原地。有人吗？我是住你对面楼的，有事情找你。一个沙哑的声音透着门缝传了进来，我的心也被揪了起来，赶忙提醒闺蜜千万不要开门。听到我的话，闺蜜好像也缓了回来，壮着胆子对门外喊：别敲了，我根本不认识你，我已经报警了。听到闺蜜的话，门口瞬间安静了下来，没过一会儿便响起了脚步声。她应该被吓走了吧？闺蜜小声地跟我说：真是什么人都有，你晚上别出门啊，再有人敲门你就直接报警。看着闺蜜似乎还心有余悸，我又陪她多聊了会儿，才挂断了电话。但不懂为什么，我隐约还是觉得不安。隔天晚上，闺蜜发来了一张自拍照。叶子，你给我买的耳钉到了，你看好看吗？我顺手点开了照片，是她站在客厅对着自己拍的。这款是真不错，果然我的眼光好。刚回复完她，我鬼使神差的又打开了她发来的照片，想再仔细放大看一下。可这一看，我顿时汗毛直立，因为就在她耳朵后面的窗帘边缘，赫然露出了半张脸，那轮廓明显是一个男人。我咽了咽口水，心如擂鼓，不停地想着接下来应该怎么办。我并不敢直接打电话给闺蜜，因为我怕告诉她，她一个女生必定会惊慌，万一被屋里的男人察觉到了，跑都来不及。想了想，我发了个消息给她：我刚好路过你的小区门口，东西有点多，你下来接我一下。我捏紧手机，相信自己这样说，她一定会立刻出门。果不其然，哇，你等等，我现在就下楼。闺蜜兴奋的语音发了过来，我顿时松了口气，紧接着我就打了报警电话。在说明情况之后，我便赶紧往她那边赶去。上了车，我又给闺蜜拨了个视频电话，看到她视频的背景已经在楼下。我刚想松口气，却发现她后面有一个戴着帽子的男人从楼洞里快速走了出来，想说出口的话顿时卡在了嗓子眼。你走快点，先去门卫，我马上就到了。一直等到她走到门卫处，我才彻底松了口气，把刚才的事跟她讲了一遍。只见闺蜜的脸肉眼可见的发白，吓得浑身发抖。直到警察来了以后，调取了相关的监控，才发现那个男人早在几天前就已经进了小区里，一直没有出来过。后与周围邻居了解情况，原来对面楼的大哥一早就发现窗帘后的异常，但又不确定，所以才上门想来跟闺蜜确认。直到警察抓到了那个男的，才知道他竟然早几天前就从闺蜜晚上忘锁的窗户上翻了进来，甚至病态似的和闺蜜同住一个屋子里。所以独居的女孩，请一定要保护好自己，睡觉之前一定要检查好门窗。如果你莫名其妙觉得哪里不对，请相信自己的直觉，那一定是有问题。
那天本想着在家对面的商场里随便逛逛，然而就在我刚走进商场没多久，一个长相清纯的女孩就迎面朝我走来。看着她笑容满面的样子，我也不好意思地对她笑笑以示礼貌。殊不知正是因为我这一笑，似乎让女孩找到了突破口。只见她一脸谄媚的样子凑了过来。女士你好，我是楼上美容店的，现在我们店里正在做活动，可以为你免费做一次皮肤保养，有兴趣了解一下吗？出于对推销行业的抵触，我几乎想都没想就拒绝了女孩。但是我的不悦并没有让女孩放弃，她干脆直接挽起我的胳膊，装作很亲密的样子，嘴里还一直喋喋不休。姐，你可以先跟我去店里看看，了解一下，不耽误时间的。虽然女孩的举动让我心生厌恶，但我还是尽量保持着微笑，耐心地告诉她我不需要。或许是感受到了我的不悦，女孩突然转过脸，楚楚可怜地对我说：姐，我刚毕业，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份工作，你就当帮帮我吧。听她这么一说，我收回了正要迈开的脚步，看着面前这个对陌生人低声下气的小女孩，而且在这人来人往的商场里到处都有监控。想到这里，我心里一软，便跟着她走到了电梯前。在等待电梯的过程中，我突然有了一种不安的感觉，鬼使神差地问了女孩一个问题：你们家店叫什么名字？女孩几乎想都没想就脱口而出：进电梯了，我再跟你讲。就一瞬间，那种不安感更加强烈。我蹙了蹙眉，在我的一再要求下，她最后还是说出了店名。当着她的面，我装作若无其事地拿出手机悄悄查了一下，然而不查不知道，看着手机上查无此店的信息，我心底一片冰凉。这里根本没有女孩口中所说的那家理发店。事情发展到这里，我如梦初醒般看向女孩，此时女孩已经走进电梯里了。她用一只手按着电梯的开门键，拼命招呼我赶紧进去。看着眼前这个人畜无害的女孩，我整个人只感觉浑身汗毛倒立，头皮发麻。看我愣在原地半天没有反应，女孩忍不住再次催促道：快跟我走啊，小姐姐。说完，她还朝我眨了一下眼睛，看着女孩微微上扬的嘴角，仿佛周围所有的一切都变得扭曲了，就连她脸上甜美的笑容此刻也显得越来越狰狞。我努力让自己保持冷静，对她说：我不跟你去了，突然有点急事儿。然而还没等我把话说完，那女孩突然一改之前热情奔放的态度，用犀利的眼神直勾勾地盯着我，同时阴森森地开口道：姐姐，你是害怕了吗？这里可是商场啊。说完，女孩竟然放下了按着开门键的手，看着缓缓关上的电梯门。一时间，我根本无法从深深的恐惧中解脱出来。只要一想到女孩最后那抹意味深长的笑容，我的双手就会不自觉地颤抖起来。如果不是因为我多嘴问了那个问题，如果当时我没有多个心眼用手机查信息，如果我就这么跟她进了电梯，这么多的如果加起来让我细思极恐。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以恶意去揣测陌生人，不是善良不值钱，而是人心难猜测。你是住在12楼吧？我上来找你玩一会儿，可以吗？半夜，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消息把我吵醒。当我看到消息的那一刻，浑身都冒出了冷汗。我跳下床，赤脚冲到了大门口，再三确认已经反锁的大门，忐忑不安地掏出手机回了消息。你是谁？然而正在我准备伸手去开灯的时候，一条消息再次发了过来。我那天看见你了，见面你不就认识了？你一个人在家吧？看到这，我突然意识到什么，开灯的手直接停在了半空，心里像打鼓似的咚咚直跳，脑子也快速检索着我认识的朋友。没有谁会大晚上这么无聊的跟我开玩笑。我抑制住内心的恐惧，回复了消息。你是谁？怎么会有我的手机号？我死死盯着屏幕，在寂静的黑暗里，仿佛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。可不可以上来嘛？我就在楼下，冷得很。看到他无赖似的口气，我再次确认了下紧锁的大门，心里的恐惧也消散了不少，厌恶至极的回复：请男人滚哪儿，谢谢。而他接下来的回复还是让我心生胆寒：半夜绝对偷偷进你屋，12楼左边那个门，谢谢。现在可以100%确认我被人恶意盯上了。用不用现在就报警把你带走？当我这条消息发出去之后，想着他如果再有骚扰的意图，我就直接报警了。可是过了很久都没有再收到任何短信，他应该是听到我要报警后知难而退了。我顿时松了口气，但这件事依旧让我久久无法入眠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正在我迷迷糊糊间，我突然听到门外传来了轻微的响动，顿时清醒了过来，真的有人在开我家的门。我浑身颤抖，满是突然起来的寒劲。为了确认我没有听错，我赶忙打开了门口的可视门铃。只见可视门铃下，一个戴着黑色帽子的男人正低头，好像在撬我家的门锁。我脑子闪过各种应对的方法，安全起见，也为了不和他正面冲突，我起身赶忙锁住了卧室的门，身体死死抵在门上，以最快的速度打电话报了警，并且联系了小区的保安。得亏当时住进来前，我特地留了保安的电话，就是为了防患于未然。看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，我一直微微喘着粗气来平复自己内心的恐惧，仔细地听着门外的动静，祈祷着警察和保安能够尽快到来。突然咔嚓一声，门被打开了，我顿时汗毛直立，手死死地握住了门把手。你干什么？一道粗犷的声音从门外传来，随即便是一阵喧嚣，直到听到外面有人说：李小姐，你出来吧，
现在已经安全了。这熟悉的声音正是小区的保安王哥。我悄悄打开一条门缝，看着门外站着几名保安以及被按在墙上的歹徒时，我才终于松了口气，眼眶突然的湿润了。直到后来警察来了把歹徒抓走后，我才知道原来是我再去楼下扔垃圾的时候被他盯上了，里面快递和外卖盒子上的联系电话和地址暴露了我的信息，这才让他有机可乘。所以朋友们，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有警惕之心，不要觉得无所谓便随手暴露了自己的信息。如果有人拿了你老公的电话，说他已经死了，随后又打来了视频电话，你会接吗？那晚我肚子隐隐作痛，到卫生间才发现自己到日子了，但家里没有多余的存货，我便让门外在打游戏的男友帮我去买卫生巾，他应了一声便直接出门了。可是等了很久，他都没回来，看了眼时间，已经是半夜了，我不免有些担心，便给他发了个消息过去，怎么还不回来啊？男友很快便回复，你在哪？看到消息的内容我有些困惑，因为这根本不像是男友的语气。你是？他手机在我这儿呢。你是住在马几小区吗？能说下具体位置吗？我这就给你送过来。看着消息内容，想到男友确实丢三落四，估计是把手机弄丢了。为了确定事情的真实性，我给男友备用机打了电话，可打过去发现一直没人接，但我还是担心对方是坏人，便警惕地给他回复了消息。他现在我联系不上，稍微晚点我再与您联系。不用了。面对这3个字，我有些疑惑，难道对方生气了吗？他再也用不上手机了？什么鬼？这句话让我有些慌神，接着对方的一句话让我突然手脚冰凉，脸色骤变。他已经死了。我还来不及深想，对方直接就给我发来了视频电话，我彻底慌了神，手指开始不停颤抖，却始终不敢按接听键。对方的一系列举动都透露着反常。视频电话再次打来时，我直接挂断。对方见我不接视频，就拼命地给我打电话。此刻我忐忑不安的心跳得越来越快，不敢再往下想了，只能不停地联系男友的另一部手机，祈祷着他能平安。就在我绝望的快要流下眼泪时，另一部手机突然给我发来了消息，我到了。我脑子突然嗡的一下，是谁到了？是男友到了家门口，还是电话那头的人找到了我？我缓了一会儿，出于担心，我还是决定去门口看一眼。我小心翼翼地踢掉了鞋子，光着脚挪到了门口，随后朝着猫眼望去，可昏暗的走廊外面却一个人都没有。突然，半张脸从旁侧伸了过来，目光直勾勾地盯着我，我的冷汗唰地冒了出来，倒吸了一口凉气，直接跌倒在地上。我捂住嘴巴，不敢发出一点声音，不停地往屋子里挪。怎么不开门？我到家门口了。此刻我的手冰凉冰凉的，基本确定门口的人就是给我发消息的人。想到这里，我更加恐惧，紧紧咬住嘴唇。没过一会儿，门外就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，我的心又一次提到了嗓子眼儿。婷婷，开门，是我。竟然是男友的声音。我挣扎着从地上坐起来，冲向门口，可当我碰到门把手时，我又犹豫了。这不会又是坏人的诡计吧？我猛地把手抽出来，壮着胆子看向猫眼儿。当我看清男友的脸后，激动得差点跳起来。我赶紧打开门，警惕地四下瞧瞧，然后快速将他拉进屋子，果断反锁了门。你怎么了？男友一脸不解。我用力搂住男友的脖子，带着哭腔讲述了刚才发生的惊险一幕。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的手机丢了。怪不得一直有人在给我的手机打电话呢，接了电话又不说话，我觉得很奇怪，后来干脆把手机给静音了。刚才还有一个人一直在鬼鬼祟祟的在门口徘徊，看到我从电梯里面出来，就神色慌张的离开了。经过我俩的分析，男友因为怕麻烦，所以他的手机密码一直设置的4个0，这才让那个坏人直接破解了。至于手机是被偷的还是丢了，就不得而知了。随后我们商量着说，如果这个人再打电话或者发消息来就报警。可是等了许久，那边与我们再也没有了联系。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我们干脆在隔天补了一张卡。丢的手机也是老款的，正好换一台新的，也没必要再去找了。本以为事情已经结束了，可几天后，小区业主群里的一条通知再次让我们紧张了起来。大致的意思就是提醒女性业主夜间出行注意人身安全，因为最近有不少女性业主反映自己被陌生男人尾随的情况，有的家里门把锁被拧，还有的是被人狂按密码锁。随后小区群里又描述了那个人的体貌特征。读完这些内容后，我的手心儿全是汗。男友若有所思地告诉我，那晚看到的应该就是他。难道从那晚开始，他就一直徘徊在小区里，对女性伺机下手？这样想着，我的鸡皮疙瘩又冒了出来。从那之后，我们就匆忙搬了家，后来的事情就不太清楚了。所以大家也一定要留个心眼，我们的手机密码不要设得太简单，不要给坏人有任何可乘之机。你一定要相信自己的第六感，他真的会在关键的时刻救你一命。那天刚聚会完，已经12点多，我搀着喝多的闺蜜正准备送她回家，走到楼下的时候，
我才发现他竟然忘了带门禁卡。正在我不知所措时，门却突然打开了，一个男人从门缝里探了出来，手上正接着电话。出于礼貌，我说了声谢谢，便搀着闺蜜继续往前走。进了电梯后，我突然发现那个男人正好站在我们身旁，他的眼光一直在上下打量着我们。闺蜜没有丝毫的防范意识，她直接伸手就想去按楼层按钮。出于女人的第六感，我立即制止了她，拉住她的手，假装聊着天，余光却一直瞥着旁边的男人。男人见我们迟迟没有反应，他便按下了顶楼24楼的按钮，这就意味着他一定会先知道我们停在哪个楼层。此时我已经预先脑补了一些可怕的剧情。闺蜜按下了23楼，随着电梯缓缓上行，气氛也越来越压抑。到了23楼后，我的心也逐渐提到了嗓子眼。我拉着闺蜜慢慢走出电梯，可总感觉身后有一道若有若无的视线正死死盯着我们，直到电梯门关上才稍稍好些。但我并不敢放松警惕，由于是后半夜了，周围特别安静，所以楼间的任何响动我都可以清晰地听见。可是从楼上电梯打开之后，声音便戛然而止，并没有听到任何掏出钥匙开锁的声音。我突然慌了，这是不是意味着刚刚那个男人很有可能会下来找我们？我催促着闺蜜赶紧找钥匙开门，她还迷迷糊糊的低头，一直在包里翻找着钥匙，还一头雾水的小声嘟囔着：别着急呀，东西太多了，你再找呢。此时我根本来不及跟她解释，只能尽可能催促着她赶紧开门。我用耳朵贴着靠着安全通道那一侧的墙，没想到真的印证了我的猜测。楼道间传来了沉重的脚步声，而且越来越近，听得我头皮发麻。她真的下来找我们了。好在闺蜜终于把钥匙掏了出来，我赶忙抢夺了钥匙，正准备开门，但人在慌乱之下，手一直在颤抖着。就在我深呼吸，好不容易把钥匙插进锁孔时，我转头看到了让我一生都难以忘怀的一幕。映着安全通道的绿光，那个男人正探出了半个脑袋，死死地盯着我们。我甚至能看见男人嘴角那抹意味深长的笑。这一幕让我几乎忘记了呼吸。我赶紧转动钥匙，推着闺蜜进了屋并关上了门。我大口大口地喘着气，眼睛顿时湿润了。闭上眼睛，刚刚的画面依旧历历在目。闺蜜看我的状态不太对，这才凑近了我。怎么了，依依？我看着她满脸不解的样子，顿时感觉十分无奈，便把刚刚的事情与她讲了一遍。可闺蜜似乎并不相信我说的，我咬了咬牙，便凑近猫眼往外看去，一只硕大的眼睛正贴在猫眼上。我吓得倒退了2步，捂住嘴示意着闺蜜上前，她这才脸色煞白，毫无醉意。我颤抖着手报了警，直到警方赶到把她揪住，我才彻底松了口气。后来才知道，她其实是这栋楼10楼的业主。那天看到我们2个姑娘，其中一个还喝多了，便见色起意。如果我没送闺蜜回家的话，闺蜜会遭遇什么便不得而知了。所以朋友们，自己一个人住真的不要太晚归家，如果偶尔晚归，也尽量保持清醒警惕的状态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